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工作室低调日常，拍剧休息也能捕捉到梁小姐的超戏份。哎呀，这日子啊，总是充满了意想不到的甜。这不，谭松韵的工作室又放出几张日常动态，看得我心火直冒，真是让人忍不住狠心羡慕嫉妒恨啊！这次兄弟姐妹们在拍剧间隙里看见他们梁小姐的超戏份，瞬间让我觉得这娱乐圈的剧本也没那么无聊。那天拍摄间隙，阳光洒在片场的角落，摄影师随手捕捉到的小瞬间变成了网红爆款。谭松韵和另一个小姐蹲在绿茵茵的草地上，小心翼翼地喂着一只萌哒的小猫咪，那身姿那神情真叫一个萌翻天，像极了两只刚孵出来的小兔子，无声无息地就把空气里萌出一片粉色。你知道吗？那只小猫咪安静的就像是一块软绵绵的云，它们手里握着食物，那眼神都在说我一定得吃到饱。一动一静，竟成了一幅安静又热闹的小画卷。不得不说，谭松韵这些年真是越活越精彩。在公众眼里，她总是那么甜，但幕后呢，那份认真，那份用心，又真实的让人心疼。说实话，看到他们如此低调，不装不造作，反倒更让人觉得真实可信。就像朋友圈里随手发个自拍，哪怕没有滤镜，没有刻意修饰，但那股纯粹的自然才叫打动人心嘛。说到捕捉，我总觉得这个词用得真恰当。毕竟娱乐圈里每天都是一场演出，那种戏中戏永远不断变化，而镜头背后或许藏着更多的平凡与温暖。就像这次工作室发的几张图，那只戴着小眼睛是不是戴了个很萌的小镜框，名字叫妙妙的小毛球。小家伙嗷萌，蹲在谭松韵的怀里，眼睛一眨不眨，看得我都想亲一口。这些细节告诉我，娱乐圈的明星们并不是神，人设虽然高大上，但其实他们也是普通人。有的还特别喜欢宠物，有的工作之余喜欢跟自己喜欢的小动物亲密接触。镜头之外，也有他们开心、骄傲的小瞬间，或许也比戏里的台词更让人动容。你说，那些粉丝追着偶像的背影跑，期待看到明星展露的每一点微笑，其实也不过是想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真。谭松韵这些年一直低调行走，给我最大的感觉是真实和坦荡。每天发个物料，随手一拍，都是极致的生活情趣。她在剧组的生活和我们平时一样，有累有苦，但更多的是那份对生活的一点点热爱和坚持。而那次捕捉的瞬间，不管是剧组吃饭的桌边温馨，还是在片场偶遇的悠闲，都成为粉丝心中的珍藏。那种在你看不到的角落坚持，是和自己梦想的坚持，即使无声也最动人。其实呀，谭松韵的日常不就像我们谁都能拥有的小片段，只是它有那份光，放在你我身边，变成了别人眼里的超戏份。没有天生的火焰，只有日复一日的火炬，支撑着他一直走在自己的光圈里，静静努力，却又让人忍不住希望能多看一眼。而这次工作室低调放出的照片，没有夸张的词语，没有粉丝的恭维，只有那份真情实意。娱乐圈的明星也不过是尘世里追梦的普通人，只是他们的梦想照耀了无数人的心，而我们只是那个喜欢在屏幕背后偷偷观察、偷偷感受的普通观众。别轻易去批判他们的低调，别以为他们要装神弄鬼。他们用最简单的动作告诉你，我也在生活中努力，也会有脆弱，也会温柔。这种捕捉比任何炫耀都来得更真。眼前的日常就是最平凡的精彩。你、我、他都是在自己的人生中拼搏的小主人公，
谭松韵那份自然纯粹，也许正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的那份真实。这些发在微博上的小瞬间，像极了生活里的糖，甜到心坎里去了。看着那些萌萌的小伙伴们，那份轻松自在的氛围，仿佛生活的压力都被冲淡了无数。这个娱乐圈啊，不总是披着光鲜的外衣，也藏着许多真实和温暖。我们不过是这个故事的小小见证者罢了。35岁国民闺女谭松韵，甜美外表下藏着铁血心，真实经历让人泪崩。你敢相信吗？那个总是扎着丸子头，笑起来像高中生的姑娘，居然成功将肇事逃逸犯送进了监狱。最近有网友在横店看到谭松韵，她裹得像个粽子，羽绒服穿得严严实实，一边拿着台本，一边吃着饼干，腮帮子鼓鼓的，简直就像个邻家小妹赶着上课，完全看不出是35岁的顶流女星。谁能想到，那个在《甄嬛传》里跳跃活泼的小吃货纯儿，转眼成了《最好的我们》里那个让人心疼的耿耿。导演当年在试镜时还摇头说，这姑娘看起来太小，怎么可能演得了高中生？结果3天开机，整个剧组都被她打脸。她捧着书本在操场上狂奔的镜头，直接让90后的观众们怀念起了自己的初恋。不过老粉们都知道，这朵小花可不是轻松绽放的。18岁时，她带着全家积蓄闯北京，艺考落榜后，连泡面都要分2顿吃。亲戚们劝她回四川，丫头片子，别做明星了。然而，她依旧咬牙坚持。复读后第2次考试前，竟然突发高烧39度，却还是硬撑着完成了所有试镜。现在北影教材里还有她的即兴表演片段，扮演被男友劈腿的女孩，结果哭得让考官们纷纷递上纸巾。2018年跨年夜，大家都在刷耿耿于怀 CP 的时候，谭松韵却正躺在 ICU 走廊。那天晚上，谭妈妈在散步时遭遇了不幸，肇事司机一脚油门逃之夭夭，留下了濒临死亡的母亲。23天的抢救后，她看着监控画面里妈妈的最后身影，崩溃大哭。那天她出门前还给我包了酸菜馅的饺子。更让人心碎的是，肇事者家属竟然甩出2万块想私了，庭审时甚至反咬一口，明星就是炒作。键盘侠们纷纷带节奏，说他在卖惨博同情。那段时间，他微博掉粉几10万，甚至有黑粉 PS 他的遗照，恶毒的诅咒：怎么死的不是你？如果是你，能承受这种双重打击吗？大家都以为这个软妹子要退出娱乐圈了，结果她擦干眼泪后发布了重拳，反击在法庭上播放了妈妈生前的录音。当要拍戏注意身体的话音从音响里响起时，连法警都忍不住红了眼。面对肇事方的各种无理取闹，他还拿出厚厚的一叠医疗票据，你们家儿子去 KTV 消费的记录也要一起晒吗？整整1年半，白天他跑通告，晚上他啃法律条文。有媒体拍到他在法院门口啃面包，羽绒服的袖口都磨出了毛边。直到最终判决下来的那一刻，他在墓地待了整整7个小时。他在采访中表示，妈妈曾教我做人要像竹子，风雨越大，腰越挺。当大家还在为他感到心疼时，这位姐姐简直火力全开。在《以家人之名》里，她演高中生毫不违和，和宋威龙搭档 CP 甜到齁。最近剧组路透更是让人惊艳，0下10度穿吊带拍水戏，8次 NG 之后，他还撒娇对导演说：“再来，我还可以扑腾。”粉丝扒出他的日程安排，大家都惊呆了。凌晨4点去健身，6点背台词，收工后自学心理学。有一次直播时，有人问他的保养秘诀，他一边晃着奶茶，一边傻笑，每天默念3遍我是00后。这话还真不假。上周的品牌活动上，他穿着抹胸裙，搭配羊毛卷，
甚至让95后的小花们看起来像阿姨。你以为她只有硬核一面？横店的群演们都叫她移动小食堂。上个月，她被拍到给群演大巴送暖宝宝，保温箱里装了3大桶热乎乎的姜茶。更有趣的是，有代拍追车，她居然摇下车窗递出签名照：“哥，下次别趴在绿化带了，多扎腿啊。”最近，谭松韵因为给妈妈的墓前放白玉兰而登上热搜。原来每次她得奖，她都会带花去看妈妈。粉丝们在墓地偶遇她时，听见她蹲在地上低声念叨：“妈，今年我又学会做您最拿手的辣子鸡了。”谁能不被这话打动？网友纷纷表示，她眼里有沧桑，但心里却住着太阳。现在你终于明白了吧？为什么她的哭戏总是让人心揪？那些打不倒她的东西，最终成了她眼中的星光。如果你的人生剧本是这样，你会认命还是拼命呢？评论区聊聊看吧。